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曾感觉我们脚下的土地仿佛正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那些遥远的地震、火山喷发，是不是也让你隐隐担忧地球母亲是否正在经历一场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巨变？2025年6月4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一个曾精准预言美国总统川普遇刺未遂细节震惊世人的预言家，再次发出了一个震撼的警告：全球性的巨大灾难即将来临。就在最近，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的喷发似乎正在验证他曾经的预言。从新闻画面中，我们看到游客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那景象仿佛预示着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布兰登说，这仅仅是序曲，他在灵界中看到的景象更加令人心惊肉跳。火山、地震、战争，甚至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型武器，以及台湾的命运，都在他的意象中一一显现。今天，我们就聚焦他在这次预言中提到的4大关键点，一起踏上这场惊心动魄的灵界探寻之旅。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我们灵界之旅的第一站，就要直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兴武器。这个故事得从2023年说起。那一年的一天，布兰登独自在俄克拉荷马的家中祈祷，突然间他汗水如注，心跳如鼓，因为他看见灵界剧烈震动，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在他眼前升起，火焰咆哮，热浪扑面，空气仿佛都被点燃了。布兰登惊恐地喊道：主啊，这是什么？是核武器吗？神的声音如雷霆般穿透黑暗。他说：不，布兰登，这不是核武器，这是他们将要使用的武器。布兰登颤抖着注视着，这时他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波兰华沙附近的废墟边，空气炙热地扭曲了视线，一场爆炸覆盖了50英里，火光就像太阳坠落到地面，热浪犹如地狱之门开启，人们的身体在瞬间融化为灰烬，连一声呻吟都来不及留下。然而诡异的是，汽车却闪着寒光，完好无损，建筑物也屹立不倒，纹丝不动，只有金属窗框反射着火光。布兰登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他们想干什么？神对他说，他们贪图的是土地，而核弹会毁掉一切。这种武器会像核弹一样致命，但是可以留下土地。神告诉他，这种全新的武器很快就会被使用。布兰登说，那些人想占领那片土地，所以他们将使用一种你从未见过的武器，它的威力与核武器相当。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没有使用呢？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现在使用那种武器，风就会把它带走，将他们自己带入这种热浪的激流中，反噬毒害他们自己。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要非常战术性地使用这种武器。这是一种新型的武器，一种看起来像核武器的全新武器，而且很快就会被使用。布兰登在预言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他们是谁，但根据他以往的预言内容，我们不难判断出，这个他们指的就是那些撒旦在人间的代理人，或者是深层政府，亦或是深层政府操控下的各国政府。不过，信不信由你。如果这样的武器真的被使用了，那么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这种超越想象的武器，是不是已经悄然潜伏在了某处，等待着引爆的那一刻呢？我们其实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基督徒从现在开始祈祷制止它，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也用正面的能量清除它，那么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发生逆转。因为意象中是过去的一种安排，
而现实是靠我们的心去改变的。一切都是为神性觉醒而存在的试炼，一切也都是为今天神性觉醒而存在的。灵界的第二站就是日本，这是布兰登在灵界中看到的最震撼的画面之一，富士山的毁灭性喷发。2025年6月4日，他再次站在灵界中，风吹过他的脸，带来一丝寒意。眼前是日本的圣山富士山，雪貌晶莹，宁静如画。但突然间，天空变暗，地面剧烈颤抖，一声巨响，富士山顶炸开了，雪帽化为乌有，血红的熔岩喷涌而出，咆哮着吞噬了田野和村庄。布兰登站在灵界中，目睹着这场灾难，仿佛身临其境。他看到熔岩奔腾，火山灰遮天蔽日，飘散到远方，甚至遮盖了东京的天空。人们惊慌失措，街道上挤满了逃亡者。布兰登说，这不是一次小喷发，而是整个山顶炸开了。爆炸声震耳欲聋，地面在颤抖，仿佛大地在咆哮。在灵界中，布兰登飞向了东京，那里的火山灰如厚重的幕布，遮蔽了阳光，城市陷入一片灰暗的恐慌。布兰登问神，这会什么时候发生？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只是说很快，布兰登惊醒吧。那么富士山喷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上次的大喷发是在1707年，曾经震撼了日本。如今地震频繁，地壳压力累积，专家警告说喷发的风险正在上升。再结合我们前面节目中分享的加拿大地震研究员布兰德·德梅特里克 Brand Demetric 的预测，他在社交平台 X 上曾提到，可能会爆发10级地震，加上火山的喷发，很可能就会触发板块的移动。如果富士山真的喷发了，或许真的会引发海啸，甚至改变日本的地貌。那么富士山是不是真的会在不久的将来咆哮，彻底改变日本的命运呢？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说到火山和地震，布兰登的预言更加令人震撼了。这就是我们要到达的灵界之旅的第3站，全球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地质灾难。火山与地震将重塑地球的面貌。在6月4日的夜晚，布兰登站在灵界中，脚下的大地在颤抖，远处的海洋在沸腾。他瞪大了眼睛，看到1英里宽的火山裂缝从海底升起，熔岩如火龙般喷涌。熔岩喷涌之处，火焰冲天，海洋沸腾。布兰登说，环太平洋火山带、阿拉斯加、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甚至夏威夷的火山都会接连喷发，地面扭曲，裂缝撕开，城市和建筑物倒塌。他特别提到了黄石国家公园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预言说重大喷发即将来临，火山灰会覆盖美国全境，从路易斯安那到加拿大，东部土地被一种灰色果冻般的厚重物质所覆盖。布兰登认为，意大利埃特纳火山的近期喷发已经验证了他曾经的警告。加拿大地震研究员也警告说，地震和火山活动将导致板块移位和隆起。那么，从科学的层面上来讲，环太平洋火山带是地球最活跃的地质区域，板块挤压引发火山喷发和地震，地壳的隆起的确可能会改变海岸线，甚至诞生新的岛屿。那么，这些灾难是不是会在2025年或者不久的将来2026年重塑地球呢？英国预言家帕克曾预言，2026年如果人类再不神性觉醒的话，人类就会错过黄金时代，进入黑暗时期。所以是时候关注人类的命运了。现在我们的灵界旅程已经走了3/4了，今天灵界之旅的最后一站
是惊人的地缘政治预言台湾的命运。在6月4日，布兰登再次站在临界的台湾，台湾的上空笼罩着一个红色半球，就像是一种膜遮住了天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风声鹤唳的气息。他看到台湾的内部裂痕加剧，社会分裂，政治派系争斗激烈，街头抗议不断，民众互相指责，信任崩塌。中共的渗透如同暗流涌动，间谍潜入政府，经济被操控，假消息在网络疯传，挑起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就在这时，突然间中国军队直扑而入，军队如闪电般突袭，直扑台湾，目标明确，就是领导层和军事核心。士兵冲入政府大楼，总理和内阁被迅速控制，枪声和喊叫声响彻夜空。布兰登描述说，行动太快了，砰的一声，台湾就被占领了。那么这次中共的突袭会不会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或者一场大战呢？布兰登说，我没有看到那个，只看到他们进入台湾，接管了主要的内阁和总理，就这样把他们全部干掉了。砰！然后他们进来，带来了他们的人，台湾就被中国占领了，就这么快。那么台湾人民会抵抗和战斗吗？布兰登在异象中看到台湾人民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抵抗微弱，没有获胜的可能，很快就屈服了。布兰登十分困惑，心想，为什么没有援兵？美国为什么没来呢？结果这时他在异象中看到美国正被一片灰色物质所覆盖，从新奥尔良到加拿大东部，土地被厚厚的灰色果冻般的物质笼罩着，美国正忙于处理土地上的灰色物质。布兰登说，美国被这种物质所牵制，无法行动。中共正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有灰色物质的时候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些灰色物质到底是什么呢？布兰登说他也不知道，但他相信那不是核辐射导致的物质，因为他看到的是某种灰烬，可能是火山灰，或者某种未知灾害，也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混乱，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我个人理解，这个画面正是前面布兰登所看到的全球火山和地震大爆发所带来的地质巨变状况，让中共有机可乘，顺势占领了台湾。那么，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分析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预言呢？当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台湾问题自然就成了焦点。其实，只要中共在执政，台湾就永远都是问题。中共统一台湾的决心，并非如今习近平的一个目标，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每一届中共的领导人都是如此，这一直是中共集团的一个目标。美国虽然承诺支持并且愿意支援台湾，但是如果美国本土面临了灾难，就像这个火山地震或者是经济崩溃一样，那么救援的能力必然受限。布兰登看到这样的意象之后，就开始为台湾祈祷，祈祷这不会发生。但同时他也看到韩国和日本的复兴开始兴起了，亚洲人民的大复兴即将来临，并且蔓延开来。也就是说，这样的意象，这样的震动，这样的灾难，这样的军事突变，很可能带来的是亚洲人民的大复兴。那么台湾的命运是否真如布兰登所见呢？这场临事是否真的就预示着地缘政治的巨变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布兰登一样，立刻开始为台湾祈祷呢？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祈祷台湾能抵制住中共的渗透和挑唆，祈祷台湾人民能同心同德，不再被分裂，祈祷台湾最终能迎来和平美好的未来。